怎么到现在都没有找到风儿他们？你们到底是怎么办事的？王妃息怒，我们武城兵马司和顺天府已经加派了人手去搜索德小王爷和少王妃的下落了。这天理教是想借此向朝廷要挟示威，或向德王府索取银钱报酬也不一定。不，这绝对不可能。王妃，这位管家未免也太无礼了。贵人们在说话，哪有他一个下人插嘴的份儿？你回来了，小王爷和少王妃都回来了。母妃，婉儿怎么会变成这个模样？听到你们出事的消息，吓死母妃了。母妃，夫君犯风寒了，到如今烧还没退，今儿又遇到了贼人，好不容易才脱身。咱们先让夫君回邀月阁，请李圣手过来看看吧。少王妃，奴婢们来伺候小王爷就好。这境遇，可怜的孩子，今儿受惊了吧？快回邀月阁梳洗一番。因这事儿闹得极大，牵扯了天理教，顺天府张大人一会儿怕还是要向木儿你问些问题。这境遇也太不知分寸了。是。西凉墨竟然毫发无伤的回来了，可是如海还没有消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如海出了什么事？母妃，各位大人，久等了。少王妃好大的架子，竟然让王妃与诸位大人在这里等了你整整1个时辰。大管家，你这是在代替母妃训斥本少王妃吗？秦管家，你最好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份。虽然西凉墨姗姗来迟让人很不满，但这秦大管家算什么？一个卖身为奴的下人，竟敢与我们坐在一起，还这么嚣张跋扈。哼，少王妃，在下岂敢训斥于您？只是诸位大人都在等着您。您这样姗姗来迟，恐怕会让人以为晋国公府不曾教过您什么叫礼数呢。这个该死的贱人！母妃，媳妇今日一直担心着小王爷的身子，看着他吃不进东西，自己也吃不下去，劳累了几日，今日又遇到了恶贼。媳妇从小养在深闺，何曾遇到这样的事？方才在房里梳洗时，才晕了好一会儿，还是吃了定心丸和喝了粥水才能走过来的。少王妃今日受了惊吓，是我等设想不周，该等少王妃定了些经，休养1、2日再来询问才是。墨儿怎好让大人白跑一趟？请大人尽管问吧。墨儿也希望能将那些贼子抓获归案。还是少王妃深明大义，不像某些以下犯上故意挑衅巡视的奴才。不知少王妃今日遇贼情形如何？其实墨儿也不是很清楚，我们只是按照原来的路线回家，却不知为何误进了一条无人的巷子，才遭遇袭击。王府的侍卫们几乎都被杀光了，却突然有侠客从天而降，救得我等，还令我等速速离去。我们只得一路逃跑，因为怕那些贼子还在追杀，一直不敢轻易出来。等几个时辰后确定平安了，小王爷情形稍好些，我们才敢回来。大侠？可是现场并没有看到什么大侠，而且那些天理教徒死状凄惨，什么大侠出手这般阴狠，简直是想死李健的作风。我临走前曾告知那位大侠，可到王府前来一聚，以谢过他的大恩。莫非那位大侠已经……到底是什么侠客？天理教徒全军覆灭，但尸体里少了3个人，如海就在其中。难道是那个什么侠客带走了如海？禀报王妃，府外有自称紫衣客的侠士求见。没错，紫衣客，那一位大侠正是身着紫衣，身负长剑。在下虚无派掌门，人称紫衣客，见过王妃与各位大人。多谢掌门人救下我儿，
此番大恩，敏感五内，不知该如何答谢。王妃不必客气，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本是我江湖正道当为之事。我也非图着富贵荣华，但在下正好在等一外出友人。既然王妃开口了，在下也不客气，只借住德王府3个月。这3个月，在下也不白住。我看贵府的侍卫武艺实在不堪入目，连天理教那种乌合之众都敌不过。在下在这期间给侍卫当个教头，如何？此人武功高强，又不知底细，怎么好留在王府3个月？啊，这恐怕……对了，在下这里还有个见面礼，包管各位大人会喜欢。此乃袭击德王府车驾的天理教徒的带头护法首级。儿子，我唯一的儿子。此卑鄙之徒竟然敢偷袭本掌门，所以本掌门对他施以分筋错骨手，待他痛不可忍，再砍下头颅，以示警戒。还请掌门将这颗头颅收回去。这里的女眷恐怕经不得这般惊吓，秦管家也受惊了。来人，送秦管家回房休息。不能让老秦暴露他与天理教的关系。秦如海的尸首，他绝对不能认下来。不必，是小人失礼了。王妃，这位紫衣客乃是我们王府大恩人，若这点要求都不答应，岂非让人笑话咱们德王府吗？大管家说的是，我儿承蒙先生相救，自然是要请先生留下做客的。不说3个月，便是留下3年做个门下清客，又有何不可呢？王妃果然是个痛快人，在下有礼了。这头颅怎么似有些面熟？早前本官就曾道，此案必定有内奸。少王妃对此人有印象，说明本官的推测是对的。不如少王妃再仔细看一番。甄敏一早便受到如此惊吓，如何再与大人这般去辨认那种东西？甄敏年纪尚幼，惊慌之下看走眼也是有的。婉儿，你们都平安回来就是最大的幸事了。那些血腥玩意儿，可不是咱们妇道人家该沾的，没得惹一身晦气。请回房间休息吧。这次的事，甄敏的丫头和侍卫一个都没有伤着，德王府的人除了风儿以外，却半个都没有活下来。这真的只是巧合吗？是。是我们考虑不周了，那便等我们将这些贼子绘制成画像，再拿来给德王府的众人辨认吧。贱人，你疯了吗？本王妃看你才是疯了，你竟然背着我做下这样的事，你是要对风儿也出手吗？难道你不想知道那块令牌的下落吗？若西凉墨被裸，我就不信蓝氏会真的不拿出那块令牌。我不连风儿一起带走，岂非留下破绽？真是如此简单吗？还是说你以为风儿有3长2短，你娶了本王妃，就能让秦如海顶替风儿？你心里我就是这样的人吗？天理教是我为你而成立的，想的就是有朝一日大业可成，我便能名正言顺地娶你。老秦，你一定要记得你今日所说的话。若是你负了我，必定天打雷劈，不得好死。好，我信你。风儿并非你亲生，当年也是你亲手断送了她娘亲。你这么护着她，日后此事揭破，你如何自处？他永远都不会知道。我说过，我不会过问你在外边的事。只是这一次，你弄出这样的动静来，恐怕武城兵马司和顺天府尹都不会善罢甘休。如海，如海的事，我绝不会善罢甘休。
那紫衣客让我断子绝孙，我必定要剥他的皮，抽他的筋，才能告慰我儿在天之灵。果然，这就是他要留紫衣客在王府的原因。老秦这般失控，我该如何是好？